这尊40厘米高的释迦摩尼金像，它是西藏的多罗郡王婆罗乃进贡的。这种高等级的佛像啊，它都是要装藏的，就是佛身里面是空的，里头要装东西，要放佛身里头放书写的真言或者经卷。这尊造像的装藏是乾隆皇帝亲自写的一首诗《佛赞》。我们把雍和宫的四学殿讲完了，穿过永佑殿，它左右各有一个穿堂门，过了穿堂门就到了雍和宫的第4个院落，叫法轮殿。法轮殿是仿照故宫的雨花阁所建，汉庙藏顶，顶上有5个天窗阁，房顶带的5阁这种建筑模式叫五山顶。阁顶呢装饰有藏式的佛塔，这种塔呢叫三昧耶佛塔。法轮殿的横截面呈一个十字，主殿的东西南北各出一间抱厦，它就对应着佛教所指的4大，也对应着藏传佛教的4部。我们说它是仿照故宫雨花阁所建，但是故宫雨花阁呢是一栋4层楼，它是根据藏传4部的理论建的雨花阁，就是第1层事部，第2层刑部，第3层瑜伽部，第4层无上瑜伽部。法轮殿它的理论结构跟雨花阁是一样的，就是出4间抱厦，分别代表4事部，同时对应的是地水火风4大。它的主殿就是在十字中央的那部分，这样中央东西南北它就正好对应了佛家的5方学说，就5方齐备。所以说这个殿建设的理论完全象征主义的，对应了佛教的好几个理论。这种五山顶也叫做金刚界5方，就是1大4小，它是一个金刚座的样式。就这个殿盖起来的义理呢，就是对应的很细。它对应的义理主要来自于密教的2部经典，一部是胎藏界的大日经，一部是金刚顶界的金刚顶经。佛家的5方我们前面也讲过，东方蓝色，南方黄色，西方红色，北方绿色，中间白色。它对应着5种智慧：大圆镜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不空成就智和中间的法界体性智。法轮殿是整个雍和宫建筑群最大的一个殿，我们待会儿走到后面的话会看到万福阁，其实它比万福阁还要大，它的面积还要大。在雍亲王府时代呢，法轮殿所在的位置是雍亲王的正寝区，就是正寝殿，他的福晋啊、皇子啊，全部家属都住这儿。雍亲王自己住在永佑殿，家属们都住在这儿，他这片面积很大。进入法轮殿，它的中心是一个经坛，高0.75米，雕刻很多装饰的须弥座，远看我们看不见。它汉白玉的正中央供奉着一个宗喀巴大师的造像，这个造像很大，铜的，高6.1米。这个造像的方法很特殊，叫做铜制垂叠法造像。什么叫铜制垂叠法造像呢？简单的说，章丘铁锅见过吧？就是把铜打得很薄很薄，像碟子一样，一片一片一片给它打在一起，它不是焊在一起，给它打在一起，这样就拼接起来了一个巨型的空心铜像。就大家看这个宗喀巴铜像很大，它是空心的，相当于焊接，工艺很精美，你基本上看不到拼接缝，你远看更什么也看不见，就是一体的。这个工艺要比铜浇铸工艺难得多。那第一它省铜，第二它比铜浇铸工艺好看。为什么？它打完了之后啊，这个成品就特别亮堂，就不用见金，它就很金光闪闪的。它打了很多次，像章丘铁锅似的，又结实又亮堂，然后呢又省劲，而且它可以把一个铜像做得很大。如果铜铸像6.1米的话，这个地基就被压塌了已经。宗喀巴大师的这个造像呢，头戴黄色桃心帽，双手结转法轮印，左臂是一包经卷，右臂是一把宝剑，这叫左经右剑。它的特征呢，就是文殊菩萨的标志，智慧与力量，象征宗喀巴大师是文殊菩萨转世。
他所戴的这个尖顶鸡冠帽，其实应该叫桃心帽啊，它是一个倒置心脏的形象。就是这个帽子你看着很有意思啊，它实际是心脏的图形。我们现在画心形呢，是把尖儿画在下面。以前画心形呢，觉得心的形状尖儿应该冲上，所以造这个帽子呢，就是尖儿冲上的。它不是鸡冠帽，它是个心形帽，只不过就心是那样的。藏语管这种帽子叫班匣，班匣象征着正法，所以念经的时候要戴啊，做法事的时候要戴。格鲁派在创建的时候是以荡清戒律、弘传正法为己任的。我在讲佛教史的时候讲过，宗喀巴大师戴起这个帽子的那一刻，决定创建格鲁派，然后来荡清正法。法轮殿的五山顶，中间一个是最大的天窗阁，旁边4个是小的。这个最大的天窗阁呢，正好位于这个造像的头部的4面天窗，全是玻璃，光正好晒到大师的面部。所以这种设计你如果看的话，你会发现一天在任何时候任何角度，它总有光打到宗喀巴大师的脸上。这样宗喀巴大师的脸你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放光的，非常慈祥和庄严，可以说设计用心啊，很精巧。你可以从侧面看这个大天窗阁，这个天窗阁很大啊，侧面可以直接看上，它里头有环形壁画区，整个天窗阁内部环形画着一组壁画，它在讲一个故事。相传宗喀巴大师圆寂以后，弟子非常想念他，大师就5次示迹出现在弟子的面前，就是弟子怀念他，就5次出现。这个壁画区呢，就整个描述了他5次示现的这个部分故事。在佛教的4框架理论里啊，哲学、历史、神学与文化艺术，其实最打动人的、最感人的、最能激起大家信心的，就是文化与艺术这部分。在宗喀巴大师造像的2侧，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喇嘛们学经的这个课桌，长排课桌。2侧呢各有一个法座，东边的法座呢是1951年10世班禅来雍和宫讲经的时候升座的法座，西法座呢是1954年14世达赖尊者丹增嘉措来雍和宫讲经时候的法座。他这尊主造像，我们看到法轮殿的这尊主造像，它的成像时间很晚，对吧？这个殿盖得很早，这个殿盖了小300年了，270多年了，但是这尊造像很晚，它一直到民国才落成，到现在为止不到90年，是1924年雍和宫的留守僧人白朴仁筹资建的，筹了20万大洋。他建了6年，一直建到31年，这个造像才正式完工。开始的座在外面打，后来就移进来，整个造起来了。此前的200年，法轮殿的主佛是什么呢？宗喀巴大师造像下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佛，经坛上供着一个小佛，赤铜胎鎏金释迦摩尼立像。如果眼神好的话，你可以看；眼神不好，你根本看不见，你就站在这个拜坛这儿，你根本看不见它。这个主佛有多大呢？只有40厘米高，加上底部的座不及1米，也就1米。法轮殿殿大佛小，一直是法轮殿的特色。这个立佛现在供在这儿啊，如果我们想看的话，就是正对着庙门和供桌，远看，视力在 1.5 的能看见，不然你看不见。这尊40厘米高的释迦摩尼金像，它是西藏的多罗郡王婆罗乃进贡的。你要进贡的佛像啊，不远万里他就进贡不了大佛像，就是不好带，对吧？他这一次进贡实际是进贡了2个佛像和几幅唐卡。另一个进贡的佛像呢，就是在法轮殿东北角的一个3叶观白檀木观音立像。这个立像我们回头会讲一下，就是3叶观的观音立像。法轮殿这么大，佛这么小，看起来很不协调。怎么解决呢？在雍和宫旧藏里头呢，有一张巨型的重织金唐卡。那个唐卡呢，
7米长3米宽，是一张无量寿佛唐卡。这么大一张唐卡，原来挂在哪儿呢？原来就挂在法轮殿宗喀巴大师造像的位置上。法轮殿殿大佛小的问题200多年就是这么解决的，就是这个造像那儿挂着一个3×7 21平方米的无量寿佛唐卡，前面供着这个释迦牟尼立像做主佛。我们讲这个主造像1931年就搬进来了，那我们怎么知道以前法轮殿的内景是这样的呢？这是因为1903年呢，西方的旅行家在法轮殿里拍摄了照片，然后呢，雍和宫拍摄了一些旧照片，这些旧照片呢，放在巴黎第一大学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历史研究中心。这个巴黎第一大学历史研究中心啊，它收藏了很多中国寺庙上个世纪的照片，就是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欧洲人来中国拍的寺庙照片。因为它的前身呢是索邦神学院，创建于13世纪。这个神学院到今天啊有800年历史，所以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它的历史研究中心呢收藏了很多这类古老的跟神学相关的文物的资料。我们后面讲到很多的文物图片都来自于这个巴黎第一大学的艺术研究中心。这幅无量寿佛唐卡挂在主佛位置上呢，堪称稀世珍宝，但是已经严重破坏了。我们能看照片，但是不能展示。虽然不能看到实物，在雍和宫，但是非常庆幸我们有地儿能看到这张唐卡的实物，就是在颐和园里头。在颐和园里头有一幅跟这个唐卡一模一样的唐卡，就是这个唐卡是有2幅的，都是乾隆年间的重织锦唐卡，保存完好，还可以看到。主殿叫法轮殿，它为什么要叫法轮殿呢？这就跟西藏郡王婆罗乃进贡的那尊主佛释迦牟尼立像有关。这种高等级的佛像啊，它都是要装藏的，就是佛身里面是空的，里头要装东西，要放佛身里头放书写的真言或者经卷，在底下呢要贴书写的经句。这尊造像的装藏是乾隆皇帝亲自写的一首诗佛赞，其中有几句叫做水与莲花无二性，西天东土何分别，是则名为转法轮。那法轮殿的法轮就来自于这首佛赞。当然了，法轮这个词本身就是我们佛教的一个传统典故，对吧？3转法轮，佛祖传法就叫初转法轮。但是实际上这个殿叫法轮殿，用的是这句佛赞，是则名为转法轮。我们2次提到了这个西藏郡王婆罗乃，大家的概念里啊，只有蒙古各旗蒙有王，旗主王爷嘛。西藏一直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对吧？我们一说西藏，这几百年来政教合一，政教合一，政教合一，它哪儿来的王爷呢？这个我们后面会讲一下西藏这个政教合一的制度。在明朝的时候啊，西藏的政教合一政权它叫第八制。在清朝的时候呢，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叫噶夏制。在明朝的第八制和清朝的噶夏制中间交替的时候，在雍正朝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时期，10几年的时间，叫郡王制。有清一朝，西藏有且仅有一位被册封过的西藏郡王，就西藏也是曾经由郡王统治的，就是这个婆罗乃。雍正2年的时候呢，因为婆罗乃帮助清朝平定叛乱，然后就被封为固山贝勒，总管西藏的大权，后来又晋升为多罗郡王。婆罗乃对西藏统治的时期啊，跟清廷的关系一直非常好，政通人和，欣欣向荣。本来西藏可能一直会实行这个郡王制度，但是呢，雍正死了以后呢，他也死了以后呢，他这个儿子就继承爵位的问题跟这个驻藏大臣就起了冲突。
对吧？就是其实他等着就行了，但他等着急了，左不下这个风，右不下风，他就有起兵反叛之心，但还没有反叛就被清兵发现了，但是双方就打起来了。最后呢，乾隆皇帝派3000铁骑就到了拉萨，从此之后西藏就不再设置王爵了，就又恢复了清初设置的4大噶伦制，4大噶伦共治西藏，最终的决定权交给达赖和驻藏大臣共同决定。就是所谓政教合一呢，实际也不是说达赖喇嘛尊者他一个人说了算，是他与驻藏大臣共治。这就是后来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叫4大噶伦领导下的噶夏政府。这段历史非常的复杂，我们后面讲到班禅楼啊，还会讲到班禅楼和讲到万福阁还会讲到。因为6世达赖喇嘛、7世达赖喇嘛、3世张家活佛、6世班禅、策莫林1世活佛、西藏郡王婆罗乃，在西藏佛教史上和西藏史上这个时期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参与了这段历史，就是西藏的重量级人物都是这段历史时期的人物。这个我们后面讲。法轮殿的西墙有一组壁画，整个法轮殿环着东西墙啊，是一组大型的壁画，叫释迦摩尼源流考，共有34幅单幅的故事组成。它不是唐卡，它是34幅单幅故事组成。它是1954年呢中央工艺美院的一个教授叫王定礼，我们还要专门提一下他。王定礼教授带着学生画的这个释迦摩尼源流考，整个法轮殿的一圈。为什么要专门提一下他呢？因为雍和宫唐卡重地，对吧？唐卡的最重要的基地之一，它的唐卡的维修，包括画新唐卡，有2个世家。在解放前，雍和宫画唐卡有2个世家，一个是申家，一个是王家。这个画这套壁画的王定礼教授就是王家的后代。这2家一直都是住在雍和宫外佛仓边上，就专门替雍和宫画唐卡、修唐卡。所以这个呢，原来这一圈实际是唐卡，现在就画成了一圈壁画。这个我们讲它为什么？因为这组壁画说明一个问题啊，原来它肯定没有壁画，解放以后画。那原来是什么？原来就是古代的唐卡和绘画。东墙有一幅叫3世佛18罗汉图，西墙有一幅叫天宫道场图。因为这个大型画作年代久远，又是古物啊，那肯定不能再展了嘛。而且这2幅在黄教里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圣迹图。当时东西墙挂的这2幅3世佛18罗汉图和天宫道场图叫圣迹图，因此把这个画拆掉之后，圣迹图嘛，只能画释迦摩尼佛源流考才能对上这个词。在2幅大画作旁边有很多小唐卡，就不用看，现在给你一张都是超级古董，你也不能挂在那儿，对吧？你丢了咋办？你损坏了咋办？所以干脆就都收起来。就我怎么知道呢？刚讲过嘛，巴黎第一大学它有照片。在东西墙的下面各有一个通柜的大书柜，通墙大书柜，就是从东头到西头不，从南头到北头。你不注意呢，你就当普通书柜过去了。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书柜里才是整个雍和宫佛教真正的珍宝。你好，这里是加冕学社频道实验性板块学社拾遗，寻找课程里遗落的珍珠。很高兴能在这个板块继续和大家交流。那咱们就不妨从这座大殿的名字开始聊起吧。法轮殿这个名字大家听着很熟，主课里其实提到过，这个名字的由来源于乾隆皇帝在一尊进贡的释迦罗尼像里面亲自写下了一首佛赞。没错，他在诗里留下了非常著名的一句，叫是则名为转法轮，并且呢，这首诗是被奉入了佛像的内部，进行了一种叫做装藏的仪式。可能有一些对宗教学不太熟悉的朋友听到装藏这个词会觉得有点陌生。对，我简单解释一下，这就是造像工艺里非常关键的一步。工匠在铸造佛像的时候，内部通常是空心的，
在佛像开光之前，你得往这个空腔里面装入金卷啊、舍利啊、五谷或者各种法物。这个过程就叫装藏。对，装藏完毕之后，这尊塑像才被认为有了灵气，它就不再是一件普通的工艺品了。解释得非常到位。在传统的宗教语境下，装藏的物品肯定得是宗教圣物，对吧？但在这里，乾隆放进去的居然是他自己写的一首诗，这就很耐人寻味了。是的，如果回到古印度的象征体系里，轮这个东西，它最初的设定根本就不是用来传播和平教义的工具。它不仅不是和平工具，它实际上是一件极具杀伤力的重型武器。它最早代表的其实是纯粹的武力和政府。那我就好奇了，这种代表杀戮的东西是怎么演变成今天我们在寺庙里看到的那个代表智慧和慈悲的符号的呢？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文化吸收与概念转化过程了。所以在这个新的语境里，那件原本用来斩杀人体的可怕武器，被赋予了精神层面的隐喻。没错，它的锋利刃片不再用来杀人了，而是用来斩断人们内心的障和惑，也就是断灭一切烦恼和愚痴。它变成了一个追求精神解脱的哲学符号。这就等于一个原本制造顶级杀伤性武器的军工公司 logo， 经过一波重新包装，直接变成了一个主导断舍离和灵魂升华的超级文化 IP。它的核心价值从世俗的肉体征服，彻底转向了对内心平静的追求。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再回过头来看乾皇皇帝刚才的那个举动，玄机就出来了。乾隆这其实在做一场极其高明的概念置换，一场神级公关。实际上，他是在强行剥夺并重塑这尊宗教造像的最终解释权。他的潜台词呼之欲出，在佛教的宇宙观里，能转动金轮的，除了出世的佛陀，就是入世的统治者。他不仅在暗示，他是在明示全天下，我大清的皇帝就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护持正法、统治四海的世俗转轮王。没错，你面对的是清廷皇权为了巩固天下共主的合法性而进行的一场终极政治背书。它不仅要在版图上统治你，还要在你的精神图腾上死死刻下大清皇权的专属印记。哲学与政治的张力在这一刻简直拉满了，而且这种张力不仅体现在无形的文字和教义上，如果你真正在法轮殿的现场，还能感受到一种更加直观，甚至有些违和的视觉冲击。你是说那个殿大佛小的奇特观景吗？对，我的那个场景印象太深了。这种巨大的空间反差在建筑学上其实是很不协调的，相当违和。这尊小佛像资料上说是当时的西藏郡王婆罗奈进贡的。我记得主课里对婆罗奈统治时期的评价，原话是政通人和，欣欣向荣。这听起来是个非常太平安乐的王爷啊。主课里的那8个字儿，更多是对他晚期统治结果的一种概括。如果你真正潜入到18世纪初的西藏历史中，你会发现婆罗奈的人生轨迹是一部充满背叛、鲜血和残酷生存法则的史诗。难道这尊安静祥和的小金佛背后藏着什么惊心动魄的戏码？他根本不是那种在温室里安享富贵的贵族。他经历了什么？早年间，他亲历战火，眼睁睁看着当时的西藏统治者拉桑汗在战乱中兵败身亡。到了1717年，准噶尔部的军队悍然入侵西藏，拉萨城直接遭到洗劫。婆罗奈是亲身参与了驱逐准噶尔部的残酷战争的。天哪，这已经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经历了。但他后来的统治总该稳定了吧？并没有，外部威胁刚解除没多久，内部的权力倾轧变得更加致命了。1727年，西藏地方政权内部发生了一场剧烈的兵变。兵变？对，婆罗奈当时的同僚，也就是首席噶冷康吉奈，竟然直接在工作地点被政敌残忍暗杀了，血溅当场。婆罗奈仅仅是因为当时不在拉萨，才勉强逃过一死。哇，所以他其实是处于一种随时可能被同僚清洗的绝境当中。那他是怎么反击的？他展现出了极其恐怖的军事和政治手腕。他迅速逃回自己的大本营后藏地区，倾尽全力招募军队，直接以平叛的名义打回拉萨。硬碰硬啊！
完全是硬碰硬。他是在腥风血雨中，靠着纯粹的武力镇压和铁腕清晰，最终消灭了政敌，控制了局势。正是因为他靠自己的力量平息了内乱，向清廷证明了他具备绝对的局部控制力，雍正皇帝才封他为郡王。听到这段真实的历史，我再回想那尊进宫的小金佛，感觉完全变了。这哪里是什么普通的进宫啊？这分明是历经大洗牌，最终活下来的地方堂口话事人向大清总公司最高董事长递交的一份沉甸甸的政治投名状。这个降维翻译太精准了。波罗奈不是在风调雨顺的年份里轻轻松松准备了一份土特产，他是踩着无数政敌的尸体杀出重围之后，向帝国最高决策者宣誓绝对的效忠。所以当我们用世俗的政治逻辑来重新审视法轮殿的物理空间时，那个殿大佛小的谜题就瞬间破译了。所谓殿大，彰显的是大清皇权不可撼动，笼罩一切的威严。那所谓佛小呢？折射出的正是历经浩劫，刚刚完成内部大血洗的西壮地方政权，在清帝国这个庞然大物面前的极度恭顺与绝对臣服。也就是说，无论你在地方上打得多么惨烈，手腕多么强硬，在这座象征皇权的大殿里，你依然只能是那尊不到1米高的小佛。下次大家看到这尊静谧的小金佛，一定要能嗅出它背后那股浓烈的刀光剑影的历史血色。是的，建筑和造像永远是权力博弈最真实的物质证据。而在法轮殿里，同样具有这种多重解读空间的，还有大殿正中央那尊高达6.1米的宗喀巴大师造像。他双手的姿态，他不仅结着说法印，左右两边的肩花上还分别托着一件法器，左边是一包经卷，右边是一把宝剑。所谓的左经右剑，等等，宝剑在佛教里通常不是文殊菩萨的标志吗？用来斩断无明和愚痴的。在纯粹的宗教学解释里，确实是这样，因为宗喀巴被信徒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但我们把视角拉回到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那个真实的西藏历史语境里，这把剑有着极度硬核且充满现实刺痛感的社会学意义。要理解这把剑，咱们就必须得直面当时藏传佛教后红期的黑暗面了。当时真实的宗教界到底是个什么风气？极其腐败和混乱。当时掌握权力的某些流派已经极度世俗化了，上层僧侣拥有庞大的庄园和农奴，热衷于政治权力斗争，风气败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连基本的清规戒律都不守了吗？根本不守。很多僧人娶妻生子，饮酒作乐，甚至利用一些被刻意曲解的密宗仪轨来敛财和满足私欲。既然聊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对显宗和密宗的概念不太清晰，你能不能用大白话给大家降维解释一下？没问题。简单来说，显宗指的是公开传授的佛教经典和教义，它强调你要通过长期的阅读经典、逻辑辩论，还有严格遵守戒律来修行，这是一切的基础。那密宗呢？密宗或者叫密法，包含许多高级的神秘的修行仪轨，通常需要上师1对1的秘密传授。问题就出在这儿，当时很多人为了走捷径或者谋取私利，完全抛弃了枯燥严格的显宗基础，直接去搞那些神秘主义的密法。懂了，就相当于连扎马步这种基本功都没练好，就去追求那种容易走火入魔的绝世武功了，结果就是整个宗教界乌烟瘴气。极其精准的比喻。所以宗喀巴大师就是在这样的废墟上站出来的。你现在再看宗喀巴，他根本不是一个只讲温情的老好人，在当时的语境下，他其实是一个绝不妥协的纪律铁腕，一个硬核改革派。对，他提出的核心主张就是，不管你修显宗还是密宗，所有人都必须首先给我严格恪守清规戒律。所以你看他右肩上的那把剑，斩断的可就不只是虚无缥缈的愚痴了，那是一把毫不留情向整个宗教界腐败散漫之风挥去的反腐利刃呢。一点都没错。
那左肩上的经卷呢？那是在强硬宣示他的学术和改革路线，所有人必须收起那些装神弄鬼的神秘主义，老老实实回到书匾上来，先给我把显宗的理论基础打扎实了，先读书，先守规矩，再谈其他。哇，这么一解码，他头上那顶黄帽子也就立刻能看懂了。既然之前的红帽系已经声名狼藉，他需要一个极其强烈的视觉符号来做品牌切割。是的，戴上黄帽，初衷就是为了与过去那些戒律废弛的流派彻底划清界限，在雪域高原上竖起一面荡清戒律、弘传正法的全新旗帜。这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黄教格鲁派的崛起。历史的真相真的比神话更具力量。这尊沐浴在神圣光芒下的造像，实际上记录着黄教崛起时，试图以智慧与戒律之光，重新整顿雪域高原，激浊扬清的宏大政治与宗教雄心。聊到这里，其实咱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收底了。透过这些宗教符号与庄严造像的表象，我们今天真正看到的，其实是一部充满张力的人类政治博弈、权力重构与制度改革的硬核史诗。确实是一次非常爽快的拆解。听完今天的对谈，你觉得哪个历史真相最让你有打破滤镜的颠覆感？是乾隆那场偷换概念的转放轮公关，还是小金佛背后那份血色投名状，又或者是宗喀巴大师那把硬核的反腐利刃？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脑洞和看法，别忘了点赞、订阅咱们焦边学社，和我们一起做历史的清醒旁观者。在领略了法轮殿内历代政教博弈的腥风血雨之后，其实下期我们要带你把目光转向大殿东西侧那些很容易被你忽略的通墙书柜。对，那里藏着藏文版大藏经的原版木质经版，更绝的是，其中竟然隐藏着一种极其硬核的防错版拼图智慧。这就好比古人为了防止海量数据错乱而发明的一种终极防歹 UI 设计，绝对让你叹为观止。江北学社，我们下期再见。